为什么男人的友谊会更加坚固啊？女人呢是降服了以后啊就没意思了，而男人呢是征服了以后就有意思了啊。绝大多数的女人呢非得找个对象来收拾不可啊，她们就是闲不下来。兄弟们能懂这个意思吗？女人呢总是得去降服点什么，她跟男人的征服可完全不一样啊。要是有个东西她老是降服不了，她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有价值啊，于是呢她就整天心心念念的，从早到晚，甚至是睡觉啊，她都会在琢磨，一门心思的想要把这些东西给降服了啊。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黄毛呀、渣男啊，对吧，甚至都没有什么经济实力，但是啊，女孩子就是觉得他们有价值，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渣男或黄毛降服啊。要是男人有钱但听话，那女孩子反而会觉得这个人没有足够高的价值，这就是女人的想法。所以啊，成年男性要一心想把事业干得风生水起，那在公司里最好少招一些女性。不信的话，你就去观察一下，女高管手下一般就1、2个女员工，剩下的大多都是男的。男人既能管女人，他也能管男人，可女人呢，只能管男人。女人之间很难互相管理，因为女人和女人之间基本上都是竞争关系。哪怕是一个高管，他的职位比另外一个高啊，但是女人的思维里面就是只要彼此碰面了，那就跟敌人一样。所以说女人很难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那种闺蜜，而男人呢就有铁打的兄弟。好多人都理解不了男人之间的兄弟情，为什么呀？因为男人傻呀，男人他就得傻一点才能够去合作共事。就好比他们要去丛林打猎，要是还没有出发就纠结这个男的跟我是不是一条心，那这男的是不是就是小心眼儿啊？这人怎么想，那人怎么想，那干脆大家就别出门了呀，大家就关在屋子里互相猜忌得了，对吧？正因为男人相对单纯，所以他们才能够出门组队打猎。实际上啊，人类特别伟大的一种感情，就是多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性，他能够像兄弟一样为了一个目标去共同奋斗。要是回顾历史，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了不起的事业都是由多个男性基于超越纯粹利益的目的组成了一个共同体来完成。这种精神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大家歌颂的对象啊！从桃园三结义再到白帝城托孤，还有呢就是出师表，对吧？无论是社会顶层的文人进士，还是社会底层的戏剧表演，都对这种忠义之举称赞不已。从运城到成都再到汕头，到处都有人祭拜缅怀关公和诸葛亮。可惜啊，到了现在，好多人看到白帝城托孤，他的第一反应呢，居然是刘备在试探诸葛亮。人心变得如此世俗，实在让人惋惜啊！这种男性之间类似兄弟的联盟啊，可不单单在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里备受推崇，在西方也是同样被社会正面宣扬和倡导的。在美国文化中，小孩子从小就要参加足球、橄榄球啊，这种类似于就是注重团队协作的项目，它就是为了培养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和合作关系。总的来说呢，男人相信一个人没那么难，耳根子真的软得很呐啊！外面随便来个小卡拉米，天天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他，哎，真的能够起作用的哦。但是女人就不一样了，就算表面上有人天天叫她姐，对吧？张姐、王姐，哎呀，她可能表面也是乐意听的。他的内心深处呢，永远都有一层隔阂，他不会完完全全的信任你。所以说啊，女人比男人精明，可也正因如此，女人往往呢就干不成大事，除非她能切换成男性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做成大事。你可以这么去理解，男人就像那种2点1线的动物，你看到感兴趣的欲望就起来了，而女人不是这样的，女人天生就是会分析你背后的资源啊，男人呢，他是视觉动物，你涂个红嘴唇，稍微打扮一下，你就能够吸引住男人。但是男人化妆对女人好像真没什么用啊。所以说男性啊，这么多年了，好像有男性化妆，但是依然没有流行起来。包括男人他是不会去琢磨你卸妆以后长什么样的啊，也不会去分析你发照片是否修过图啊。你看人家那个男人刷娱乐主播，对不对？就刷那些女主播，看到了就会喜欢，他才不会去想里面有没有什么滤镜啊，私底下怎么样，不管啊，灯光效果或者化妆效果无所谓啊，你当下就是好看的呀，你就是在给我提供这个视觉价值啊，对吧？啊，这些就是男人他不会去深度思考，他很简单啊。我们再说说旅游这个事儿，男人压根儿就理解不了女人旅游的目的
男人旅游就是图吃的开心，对吧？住的舒服啊。女人呢，为了旅游提前买好各种衣服、各种搭配的小配饰，甚至为了拍照还要提前减肥。所以女孩子从小就知道要打扮自己，用2个字去形容好吧，就是可能女同胞也不太爱听，叫做伪装啊。但正也是因为如此啊，就让女性具备了不少的优势哦。而实际上女性思维和男性思维是完全不同的2个世界。好多男人都不明白啊，到底啥叫对女人好啊？就是觉得只要把自己有的东西给她，对吧？那就是对她好了。可是你在给了之后，就是你都给了之后，在他的眼里你就会变得没有意思了。对真正的强男来说，他只会展现，少给或者给一点点，没办法，你要是全给了，他就会开始为下一个男人打扮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很多女人她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一个漂亮女人，她1个月挣3万块钱，对吧？如果说哪天她谈了一个1天就能挣3万的男人，她还是会有可能会瞧不起这个男人。这个就是女性思维。当你给她很多很多的时候，她就会看不起你。为什么呀？因为她觉得自己就值这个价，她也值得谈更好的呀。所以其实你们纵观咱们国家这些企业，一把手是女性的情况非常少啊。我说的呢，就是那种真正的头把交椅。你再观察那些女性当老大的那种企业，通常呢，其实发展的都不会是那种比较顶的，要么呢就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古人呢，其实早就把人性这些东西给研究透了。大多数的顶尖女性最后呢，还是会选择服务男性。而很多不够聪慧的女性总想着要当大哥，要当女王，但要是她们不够通透，能力又不够强，你们就会发现，其实当大哥的女人并不幸福，只有选择服务大哥才会容易收获幸福。我是肖哥，只讲人性啊，我们不讲情感和技巧。下课。